哎呦，哎，这样你看，全国人口健康调查和全国营养调查显示了，新加坡人吃太多了。哎呀，所以你看哦，国人的肥胖率也增加了啊，啦。真的是吓死人了！李腾，你的泡泡茶来了，在休息室。泡泡茶啊没，有啦，我是有这个25%糖分而已啦。那也是糖吗？马哥，你的隔壁咖带来喽，要记讲得喝哦。我，你叫狗比啊，嘎呆。就50步笑百步，也不是半途啊啊，所以应该就出招了啊，出怎么着？就4个字啊啊，交给专家。哦，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谈这个低糖饮食。吃了甜食让人开心，背后什么原因？饮料标签 ABCD 你搞清楚了吗？那为什么要限制糖分摄取呢？哪一些食物要小心？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哇，新加坡人每一天摄取的糖分是高达56克，你知道这个数字哦是远远超过世卫的标准25克的。 56克很多嘞，当然啦我们每天有吃这么多糖咩？哎呦，你不懂糖会隐形的咩？但是我看你是不知道，没关系，请专家出来。好，有请国大内分泌科高级顾问尤东伟医生、陈天文、林西西，欢迎3位，欢迎来，请坐，请谢谢。哎呦，来两位喜欢甜品甜食吗？不喜欢，基本上喝白开水，怎么可能？真的什么时候开始不吃甜的东西啊？很多年了。不过我喝咖啡也是无糖咖啡啊， OK，对啊，所以你看，可能他嘴甜呐，所以不需要糖，就不需要。嘴不甜，嘴不甜，又不要糖，对，哦那人生不就很苦吗？对呀，对不对那西西呢？我不怎么喜欢吃甜食。嗯，怎么了？ OK，那你喝泡泡茶吗？我喝，那也算呐。有加糖吗？我不加糖，我都是喝奶茶零糖，然后加珍珠。那你的饮食习惯大概是怎么样？是，我很喜欢吃火锅。火锅。哦，对，可是我很少喝汤。对嗯，然后我蒜而已蔬菜我也是在那个就是清汤的清汤里面清水哦烫过，然后就吃。那医生喜欢本身吃甜食吗？，吃对，偶尔会吃一点啦，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在那个分量要控制。哦，分量要控制分量。那我想对，问一下，我们人哈是天生就爱吃糖吗？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基因记忆。然后基因记忆就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啊，原始人的时候，他们是狩猎嘛，他们吃的多数都是肉啦、对蛋白质，对所以有的吃糖的机会比较少。哦，那么有吃糖了以后有那种能量感，是，所以就留下这个基因记忆，就一直传到现在了。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能有机会吃糖的这个机会太多了，所以变成会有一种能量过剩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像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请医生来说一下？是，如果我们摄取太多的糖分，第一就是说，糖分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比如我们吃了糖分，那个能量一下子升高，会有一种兴奋感，就会感觉比较嗨。但是呢，这个糖分消化很快，对一下子就消瘦过去了，你会又有一个低落感，那你就要吃更多。所以对，你就很想一直去吃。 OK，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是，第二呢的问题就是添加的糖呢，它除了能量以外，它没有其他的什么营养。没有功能。对，几乎是零营养，没有纤维，没有维他命，没有什么都这些没有对，第三呢，你摄取过量的糖分，也就是说能量是过剩，对，会造成肥胖。然后肥胖了以后呢，会带出其他的疾病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啦，这个睡眠窒息症啊。你看医生都一直看着你。不要看着我，医生。我其实是看的他其实看他，但一定要越过我。啊，对对。就是，所以糖分越高的话，整个体型也会变，然后会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对的出现。对有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分享？大概有40万糖尿病患者。很多哎。几乎那么，假如我要们再不采取防措范的措施的话施的话，可能多一个10年以后，可能会增加到整增加60万。数据就很惊人。是如果吃糖太多，会不会导致糖尿病直接导致？这个就没有那么直接了因为糖尿病有好几种，普遍上我们分第1型跟第2型。 OK，第1型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胰岛素产生的能力受到破坏，所以它跟吃甜没有关系。那比较普遍的第2型呢，吃糖了导致肥胖，肥胖了以后才会提升患上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哎，那你刚刚有提到说胰岛素，
也会跟胰岛素分泌有关系吗？是的，比如说我们喝了泡泡茶，血糖上升了，对我们的胰脏就会产生胰岛素，胰岛素把这个血糖降回降低就是正常的水平。正常对。那么假如我们身体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受损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血糖就飙升，就会糖尿病。另外一个问题是跟肥胖有关系的，就是会有这个胰岛素抵抗这个问题，意思是说胰岛素产生了。但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不太好，所以呢，那个血糖可能只是降一半，没有办法降回正常的水平。这也会有产生。这些都是天生的问题，还是有些后天的因素？是综合因素都有，就是遗传性也有一点，后天的因素也有一点。医生，我听说过这个糖尿病前期可以通过控制饮食来逆转，是真的吗？所谓糖尿病前期，就是说血糖比正常稍微高一点，但是还没有到这个糖尿病的水平。是。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有机会逆转的，假如我们能够把体重减低大概5到7%，然后至少运动差不多半小时，这个就有机会可以把糖尿病前期逆转。说真的啦，就算不是为了这个什么糖尿病的前期，我们平时还是需要做运动，还是要控制自己的饮食的。对，因为说到这个饮食的控制啊，我们在选择食物方面呢，就可能选择较低糖的，是。然后饮料方面也是可以喝，但是可以选择就是少糖或无糖。如果要吃甜点，也不是不可以啦，就可能说，我叫一份，然后大家来公司 share 啊，对啊，从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开始，比如说这个为了健康着想啊，为了避免肥胖，还有这个随之而来的疾病，所以这个少糖饮食呢是不会错的。没错哈，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完全不要吃糖？是可以的吗？不可能吧？这个也不太可能，因为淀粉其实本身也是糖，所以你看我们日常吃的，比如说白饭、饭啊、面啊、面包都是，它是由糖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在饮食方面是完全避不开糖分咯。糖分是的。如果我减少，就是完全就是不吃 carbs，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很快的减肥？刚才我们是比较针对糖分嘛，针对体重的话，其实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卡路里、能量的这个问题。看我们的一天的活动量消耗的能量多少。假如我们摄取的卡路里超过你所消耗的，那我们体重就增加。假如我们摄入的能量跟你所消耗的对等，那么你的体重就保持维持。那么假如你摄取少过你所消耗的，那么你就有机会减重。好，不过我们聊这么多，这一节我们也是了解到，那些主食，比如说面啊、饭啊，吃进肚子里面啊，还是会被分解成为糖。是的，那么下一节呢，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呢，要如何控制糖分的摄取，千万不要错过。好，稍见，稍见。好，欢迎营养师雷美芳加入我们今天讨论哦。你好，你好，大家好。接下来呢，我就要问一些跟这个糖有关的这个迷思，所以大家请听清楚了，好不好 ？OK， 来第一题，低糖饮食有助延缓衰老，真的还是假？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2个真，1个假。天文，为什么你会选假？因为我觉得我每次运动完之后，就是出汗了之后，我会喝一些甜的饮料，然后会觉得会比较有精力这样。所以好像也是有道理。来，医生，正确的答案是真还是假？真。低糖。我们吃这个糖当它与这个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产生一个结合了，我们叫做糖化过程，它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 AGE，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跟弹性蛋白，就会受到一些破坏，所以我们的样貌会看起来比较衰老。OK， 来第2题了，听清楚了，蔬果中含有天然的糖，热量与人工添加的糖是一样的，真还是假？这个有点难度应该是假的吧？假的。那我说真的。好，为什么？大家说吃水果会瘦嘛，但是很多人也跟我说，看是什么样的水果。是。如果单吃水果的话，糖分也是很高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跟人工添加的糖是一样。天文要不要换一下你的答案？还是坚持假？坚持吧。OK， 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是人工添加的糖，它本身是
人工制造的嘛。因为它是讲人工添加糖，那人工添加糖我的概念是它有那个甜的味道，是，但是热量好像是0嘞呀，所以是钾。是，来美芳，真还是假？真。所以它是添加糖是有热量的哦。食物中的天然糖呢，比如说水果中的果糖，是，还有牛奶中的奶糖，它的热量其实跟我们添加糖其实是一样的。一样。1克的果糖跟乳糖呢，跟1克的白糖，它的热量其实是一样。可是要记得，天然的水果，或者食物当中呢，它其实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是，比如说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可是我们在食物添加的那种添加糖，它其实不含任何的营养。而且糖呢，它其实空有热量，它只会给你增加额外的热量。对，我们说的 empty calories 是没有好处的啦。对 ，OK 啦，好了，第3题了，来啊，请注意听了，高糖饮食会让身体发炎，真还是假？应该是真的吧？真，我也觉得会。真，OK。我常常会有肩膀会有那个肌腱炎哦，所以我印象中，只要我喝太甜了，我的这个肌腱炎就会比较严重。对，我觉得发炎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对不对？所以，当你吃过量的高糖饮食的时候，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就是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们里面就在打架，是，嗯所以它就会发炎。我们拿一个例子，就是那些糖尿病患者，应该是糖分过多吧？是，为什么会截肢就是这样？哦，比较容易解释嘛，这样子。 OK， 医生，正确的答案是真假？真，恭喜3个就答对。这个高糖饮食确实是可以诱发身体整体的一个发炎的状况。那么也有一些研究是显示说，某一些跟发炎有关系的疾病发病率也会稍微提高。哦，接下来第4题了，请问蜜糖所含的糖分低于白糖，真还是假？我本来是想选假，但是我觉得是真的吧？真。天文，我天文的反应是后悔来这个节目了。因为我是很常喝蜂蜜的人呢，你不要跟我讲很甜嘞，这样我怎么办？我怎么过活 ？OK， 没有，你自己想啊，是真还是假的？第一糖分选真。我很少喝甜的东西，所以我随便不大清楚。你选假好了啦，我们2个真，你选假啦。可是这真的有点纠结，我是50-50。我们请这个营养师，真还是假？是真的。哦，太好了。所以蜜糖是低于我们平时的白糖。对 ，OK。一匙的蜜糖呢，其实会给你4克的糖，然后1匙的白糖呢会给你5克的糖，可是它们的差别不大。其实人体对白糖跟蜜糖的代谢过程其实是一样。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是要比较注意其他的隐形糖，比如说 corn syrup，或者是果糖 fructose。无论是哪一种糖，只要摄取过量呢，它其实都可能会造成能量过剩。OK， 来第5题啦，吃糖会让糖尿病患者免疫力降低，真还是假？我觉得这个有诈，因为这个看起来就肯定是真，但是应该会。那你放假？那我放假，看似真，我觉得是假。糖尿病患者很多时候需要截肢，是因为他们受伤了之后没有办法康复。对，那就是免疫力嘛，因为我们免疫力强的话，很多时候就容易康复。对。医生，你生本来也是要讲真的。对，但是我对赌心态。正确的答案是真。你们今天这个题目这么简单的？我觉得你想太多。太多了。对，所以医生解释一下。因为糖尿病的人没有办法处理我们摄入体内的糖是，所以你吃糖多的时候，糖尿病的病人呢，血糖就会飙升。那么飙升了以后，那个血液，我们就简单的说，它有一点黏糊糊。那么我们的白血球的功能也会降低，所以这样就会影响我们体内的这个免疫的系统。免疫系统，所以就是糖尿病的人，如果说不小心一直抓伤跌倒之类，他就很难复原，也容易感染细菌。是。OK， 听清楚啊！第6题，国人摄取的糖分有60%来自饮料，真还是假？因为你看高 B 啦，对不对？饮料啦，所以全部真的，对不对 ？OK， 来，正确的答案是真的。是。恭喜星星。
我还是 A student。还是让我们的营养师来讲一下原因。新加坡人每日平均摄取的糖分呢，其实有高达56克，是，所以大约它会给你差不多12茶匙的糖，其中有60%其实是来自预先包装好的饮料，其余的呢是来自蛋糕、甜品或者是说一些糕点。但是我在想，我们一天怎么可能会吃这么多糖？对，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早餐吃咖椰面包的话，它会给你大约2茶匙的糖。对，一片哦。对，再加咖椰。但是一般都2片，是不是？所以我才问一片哦。2片就4茶匙。OK， 那下午呢？那下午茶的话，如果刚好那天想吃米香的话。1碗米香给你差不多10个茶匙的糖，包括那个酱料。我每天早班我都在谋杀 BE 跟蔡龙煮，难怪他搭档越来越老，有没有？越来越年轻。天哪！下午茶呢？对，如果下午茶想吃个蛋挞的话，差不多有1.5个茶匙。那晚餐刚好想吃个卤面的话，卤面也是有3个茶匙的，还好一点。对，这样子算下来的话，总共其实差不多有16.5这个茶匙的糖，我们还没算饮料。是。总结成绩来，总结的话，当然细是全对喽，满分6分，对不对？那天文不错啦，刚好及格嘛， 3分，你拿4分，4分。对啊，人家久来一次都拿满。我早知道不要赌心态，对不对？哎呀，真是的。那刚才我们聊到，我们摄取太多糖分都是饮料惹的祸啊。没错。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留意饮料上的成分表，是它的营养表，还有营养等级，我们说的 NutriGrade。对，最近有 A、B、C、D 的。对，这个标签呢，其实有助于国人在挑选饮料的时候呢，做出更明智或者更健康的选择。所以一般上，如果是 A 的话，基本上就是很少糖啦。对，它的糖分最低，还有它的饱和脂肪最低。如果说是 D 级的话，它的糖分呢，其实会多于10克。然后它的饱和脂肪的话呢，其实是多于2.8克。我是一个很爱喝牛奶的人，我很疑惑为什么它是 C， 牛奶有这么多糖吗？那一定是全脂牛奶，因为它的饱和脂肪，所以它是在 C 级里头。对。所以你的建议是说喝 skim milk 还是 low fat milk 吗？其实它的糖分没有差别，它的差别其实是它的脂肪含量。那有些时候我们去买汽水，然后它都标签说是0糖分，那真的是0糖分吗？是的，那种0糖分的汽水呢，其实它的甜度是来自甜味剂，就是我们说的代糖。像现在有很多的那些年轻人很喜欢喝那个泡泡茶。对。那种糖分高吗？很高，很高。如果去买泡泡茶的话，选了一个低级的饮料，例如说100毫升里面它多于10克的糖。如果你想象1杯的话，它差不多有400到500毫升，加起来的话，里面的糖分呢，差不多有8到10个茶匙。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快达到我们一天所需要的。不要看着我，可以喝的，喝一杯就可以。而且这个还没有加 topping 嘞，你加 topping 就对呀。OK， 来，老实说啦，青少年小朋友都很爱喝泡泡茶、饮料啊。那你觉得会影响到什么？那怎么办？其实是情况堪忧因为这个肥胖的问题在年轻人跟小孩也是有逐渐上升的。原本我们儿童肥胖率大概是9.5%，但是近年来已经增长到16%，哇，很高。而且呢，有数据显示，儿童的时候肥胖的人到了成年的时候，有大概70%的人还是肥胖，也是会导致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年轻化等等。对，而且像小朋友他这个提早肥胖也会影响到发育，是吗？是的，女孩子的话，月经会提早来，那么而且你发育来得早的话，你那个最终我们能达到的体高也会比较低。哇，我觉得这一集一定要叫小孩们来看，没错啊，对。而且你看以后带孩子去超市，也可以教他们去认这个 A、B、C、D， 要选择低糖的。没错。真的，这个饮料是新加坡人摄取过多糖分的这个罪魁祸首。是的。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较低糖或者是标签上有 A 或 B 的标签。没错。所以呢，要做出明智的选择，要选择较低糖的乳酸菌饮料，或者是富有钙质的牛奶。那泡泡茶少喝啦。对，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么多我们所以还是要吃的健康。哇 ，OK， 好，今天这个美方你说你带来这个无糖甜点可是我这样看
哎，还是有糖嘞。因为我用的呢其实是罗汉果代糖，它其实罗汉果糖也是糖啊，它不是糖，它是一个甜味剂。我用这个代糖做腌菜。OK， 还用什么呢？腌菜的那个粉，还有菊花。那这个制作过程大概是怎么样？把菊花泡水，是对，泡个5到10分钟左右，过后再加腌菜粉，再搅。加热过后再加罗汉果糖，就放在冰箱，就这样简单。对，那不难呢，其实。我还听说过有一种叫做甜菊叶，也不是糖，对不对？对，它也是一种代糖。所以这个算是0卡路里。对，对你身体不会造成很多的负担。我觉得 OK， 它就是可以让你过一下瘾。是，如果你想吃甜点，我觉得吃这个就真的是比较健康的选择。那像我们女生很喜欢就是吃了咸的食物，然后想要吃甜的食物，觉得这整个 meal 才会 complete。对，天文哥喜欢吗？喜欢。你那医生呢 ？OK 吗？我觉得蛮清爽的，也不会太过甜。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嘴馋想吃甜点，不妨自己做这个阿嘎阿嘎，好，无糖的阿嘎阿嘎。那我们喝咖啡不可以用这个罗汉果？可以，是可以的。可以。如果喝咖啡、喝茶的话，如果想要一些甜味的话，可以用这个来代替普通的糖。最后啦，我想问一下医生，关于今天我们聊这个课题，还有什么要建议要传达的吗？我们健康的饮食除了要低糖还是要有一个规律，要能够长期去进行的。好像我们做budget财政预算一样，比如说一餐我们说45到60克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分，比如说你平常吃3/4碗饭是45克糖分，那么这一餐我想吃2颗榴莲，大概是30克，你就要把你的饭减掉30克。是，哎呀，我觉得啦，如果说真的是你要抗拒那个甜的东西，对不对？尽量在家里不要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啦，因为你一走过去的话，你看到它又摄诱你了，所以你就停不了嘴，对不对？当然可以吃，只是要注意那个分量哈。这边要谢谢营养师美芳，谢谢。当然也要谢谢这个尤医生哈，两位带来这么实用的资讯。是，那当然也要谢谢天文哥以及西西。我今天真的学到好多东西。呀，以后要学会 ABCD 才选择饮料。好，那也真是太好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